안녕하세요. 푸본 엔젤스와 함께하게 된 이주연 치어리더입니다. 随着李珠莹登陆到台湾之后，那会不会出现所谓的蛋挞式风潮？一波流过了之后退烧，那我觉得这就是李珠莹最大的考验。其实李多惠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范，从李多惠的经营模式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前阵他把他 YT 的收益，除了一部分捐公益之外，他还去买了韩国他们叫药果，在他们一个专卖店，他说只要是台湾人去有订阅李多惠频道的，他就送你。所以你看他这种跟我粉丝的互动模式就会越来越稳。李珠莹她的这个人气会不会更加的发展的一个空间呢？因为他是球团直接签经纪约的哦，那他就会用他的方式去包装。可是李珠莹会用什么样的风格？因为李珠莹看起来是一个害羞的女生，有一种神秘感，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李珠莹登场？我觉得是接下来我们很值得期待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当然，大家最关心的是李珠莹为什么到了台湾哦？然后他到了台湾，又有太多传言，我们刚刚有谈到说1000万签约金是假的，那到底是怎么个假法？然后李珠莹这个模式，接下来他会在台湾有什么样的一个表演？还有人提到说他会不会是韩然后台两地跑？那当然这也关系到成本，因为台韩之间虽然很近啊，机票这种便宜，它也是有个成本在那边嘛。简单讲就是说，像拉米狗就是乐天，他那个模式就是这些啦啦队你是我的艺人，这个模式其实才是真正经营女团的概念。像包括这些啦啦队，他们可能要出单曲啊或什么，这个模式都是乐天之前的前身桃园就开始的。那他们把你打造成一个女子团体的模式来经营，然后你就是他公司的资产的一部分。然后当今天公司有活动，公司有任何的代言商品，都可以一并来处理。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企业文化或企业形象的一环。那李珠莹她变成一个富邦直接签经纪约的这种模式，就表示她要变成富邦的集团里面的一份子。那所以你说会不会两边这样跑？我认为不会。但是如果今天韩国他有演艺活动，你看像前阵子他去参加一个那个韩国的颁奖典礼，然后他就是播他那个三正舞的那个音乐，我相信李珠莹她内心还是希望能够朝演艺圈发展的。可是台湾等于是她的一个跳板，她需要在台湾发光发热之后，才有机会再回到韩国，再经营她的演艺事业。现在有一个传言是说，她昨天就来台湾了，目前没有人证实哦，因为她昨天发布了一支快问快答的那个短影音，那有一说就是那个就是昨天她来到台湾之后拍的，目前官方是没有证实这个事情，因为她的衣服跟签约的那个服装是不一样的。在社群上面有网友的说法是说，他有在机场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生，哦，原来那是李珠莹，所以有可能他已经来台湾，甚至可能在秘密做一些训练。富邦到底会不会变成最强阵容的韩籍应援团？然后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李珠莹登场？这个都是我现在很多球迷会关心的。那当然，李珠莹后续会不会上，比如说也去上一些这个综艺节目？你知道有一个自媒体叫什么 Talk 一杯，它其实就是富邦集团里面的自媒体，所以他是半官方的，就是说有点类似，就是说要来 promote 这些女孩。你看我们韩籍女孩几乎都去上沈玉琳的什么威廉沈欢乐颂这个节目，这样的模式会不会同样的去适用？还是说李珠莹有特别的，比如说在台湾她要接什么样的活动，或者接什么样的 case？因为她现在看起来她中文程度还不好，她要怎么去学习？其实李多惠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范。为什么？因为李多惠懂中文，她有中文基础，然后她在台湾又学得很快，那个天才冲冲冲，她可以去玩游戏耶，她可以听得懂人家讲什么。对，她也许讲的不精确，但是基本上那个沟通是可以的。我觉得她有个天赋是说，她已经可以大致上听懂日常生活用。对，这个对来台湾发展就会变成是非常加分。尤其很多粉丝，我可以用中文就可以对话了，我就不需要还去学韩语。其实就是他们的朝向的市场导向就会以台湾为主题。所以李珠莹后续就是要看她是循，比如说是李多惠模式，还是李雅英模式，还是怎么样。我觉得这很厉害的地方是，大家有大家适应的方法，但是有一个点很重要，就是啦啦队哦，很容易过保鲜期，那就是大家会有各种的一种方式来延续自己的热潮哦。那我觉得这就是李珠莹最大的考验。因为比如说像林湘，就是就啦啦队本身来说，林湘已经过了最热的时候了。可是林湘透过她转型到综艺跟艺人嘛，其实就是这个生涯，很多人一辈子跳啦啦队，很多球迷也都不见得知道他是谁。可是当你今天因为跳啦啦队进入到演艺圈的时候，你会让更多没有看棒球的人知道你是谁，而甚至有些人他就想说，那我去看看他啦啦队的样子，他有很多其他的粉丝，他就可以带歌迷或带粉丝进这个球场。其实这个是相辅相成啦。李珠莹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讲说，在韩国有一群李珠莹的铁粉，因为李珠莹要来台湾，所以呢，他们农历年前他就宣布他球季就会在韩国跟台湾两地跑，他们的那个订阅数都是破100万，所以很大咖的网红都会来台湾，那就会把台湾的职棒应援文化再介绍给韩国的球迷，所以未来就会有更多的韩国粉丝可能会想要来台湾看职棒。李多惠今年还接了很多，从去年到今年接了很多政府的合作案，像今年平溪天灯节的代言人是李多惠，去年台北市客家义民祭的代言人是李多惠，所以这些啦啦队员他们如果有流量有被关注，连政府机关都会找他们来去做相关的合作。我觉得
觉得这都不是坏事啊。那我必须讲，就是说，当然大家为什么那么高度关注李珠颖呢？我想李珠颖有几个特点会是大家特别有兴趣，一个是韩国啦啦队全部都长这样，就是说第一个他们的挑选身高啊、比例啊都是非常严格，比如说像李珠颖本身很高嘛，172，对不对？手长脚长的，这就是一个标准的 model 的这个衣架子的身材，所以他很受到大家关注，因为他真的很年轻，他现在才刚20岁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。然后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气场跟气质，有点傻萌呆，有点仙气。不然很多人说这个叫艾丽莎莎全配版。有一段时间 PTT 有人生气说不要再把李珠颖跟艾丽莎莎挂在一起了，有人在愤怒真的很好笑。然后其实你从那个韩国的人气啦啦队排行李珠颖排第3，李队排第10。然后你看第1、第2，其实第1、第2呢不是不漂亮，但是它更符合韩国人的审美。韩台其实有审美上有一点差异，当然不一样啊。应该这么讲说，台湾的审美就是华人圈审美比较接近，大概戴眼镜什么的。然后韩国他们的审美稍微有一点差异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李珠颖来台湾发展那他也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舞台跟空间嘛。接下来我觉得更值得期待的是，他可能在整个华人圈他的这个影响力会更大。那李珠颖他的这个人气会不会更加的这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呢？因为他是球团签的，直接签经纪约的球团对他一定会有相对的那个保护。比如说像在那个 Judy， 我们刚才讲 Judy 他旗下的，他原本有像什么南敏珍啊，像这个赵娟州啊、李树勇、朴恩惠，就是这些是他旗下的艺人，那他就会用他的方式去包装，有点比较像是搞笑的风格、综艺的风格。对，可是李珠颖会用什么样的风格？这个是关键，因为李珠颖看起来是一个害羞的女生，有一种神秘感，好像没有什么互动那种感觉。你知道，我觉得他上次奇亚湖来台湾，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后面大家那么强？很多人就挖之前在奇亚的一些表现，然后在台湾的片段被反复的剪辑。韩国跟台湾其实有点类似，就是说每一场比赛，主场的比赛，你的应援团就好好准备一些舞蹈，所以都会有这样的表演活动。那只是说有没有人去帮你记录、去拍。李多惠、边和律再到李珠颖，他们刚好就是奇亚湖的3个年度的，对，他们就是学姐跟学妹。然后所以韩国他们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说，他说你们都把我们的奇亚湖最强的新人带走了。那他们跟台湾的这个演艺事业的磨合会用什么样的模式？这个我觉得就是接下来我们很值得期待。那当然就是看富邦球团会怎么样来经营这个艺人。当然我必须说，这种文化里面可能也有一些大家也是可能看不下去的部分，比如说像你知道，连南敏珍的妹妹她来到台湾，都有一群粉丝会去送她礼物啊什么什么的。但是你会觉得说，到底是怎么了？会有点怪，说这个脉络到底是怎么？因为她其实也不算正式在台湾出道，所以现在那个最大的考验就来了嘛。随着李珠颖登陆到台湾之后，那会不会出现所谓的蛋挞式风潮？一波流过了之后退烧，这是关键。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花了很大时间聊李珠颖接下来登陆要怎么走？其实目前看从李多惠的经营模式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第一个他非常认真啦。你看像前阵他把他 YT 的收益，除了一部分捐公益之外，他还去买了韩国他们叫药果，就是他的特产，在他们一个专卖店，他说只要是台湾人去有订阅李多惠频道的，他就送你。所以你看他这种跟我粉丝的互动模式就会越来越稳。